北京望京这个曾经的互联网圣地，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衰退。先是阿里巴巴带着 1.9 万员工集体撤离，现在连在望京扎根了10年的陌陌也要搬家了。这不禁让我想起那句老话的大厂先走，中厂跟进，最后死的是老百姓的房子。从住建委公示的施工许可证可以看到，陌陌在九仙桥的新办公地已经装修了3个月，这意味着望京又要失去1000多个高收入人群。说起陌陌，它可是望京的元老级住户啊。2014年望京 SOHO 一开，它就进驻了，一住就是10年。这10年里，陌陌的日子过得还不错，基本上年年都赚钱。今年上半年财报显示，母公司智文集团净营收都还有 52.5 亿元，净利润4个亿呢。但是问题可能不在陌陌，而在望京 SOHO 本身。我找了一组数据，简直触目惊心。前2年望京 SOHO 的租金还要价7块钱1平1天，现在呢，3.5块都租不出去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1季度望京写字楼的空置率就高达 30.2%。更可怕的是，最新市场消息称望京 SOHO 的空置率已经飙到了 43%。你说这写字楼怎么就这么惨呢？原因其实很简单，曾经在这里办公的互联网公司，像熊猫直播、美丽说、触控、百合网、A 站、皇太极、小蓝单车、雪球、映客，这些响当当的名字，现在基本都搬走了，或者干脆倒闭了。回想当年望京最红火的时候，马路上车子都堵成一锅粥，楼下的外卖小哥和网约车司机都趴活到半夜。阿里中心附近的居民被喇叭声吵得睡不着觉，还经常报警。可现在呢？我昨天问了一个滴滴司机，他说望京那地方我都不爱去了，打车的人太少，万一晚上接到一个去回龙观的单子，那不是找罪受吗？最惨的是望京的商业配套。SOHO 楼下2层的商铺曾经挤满了餐馆、教培机构和健身房，现在基本都关门大吉了。对面的保利新汇城更是惨不忍睹，整层楼空荡荡的，连好特卖这种专门捡便宜货的店都撑不住几个月就跑路了。望京小街对面的方恒购物中心号称要改造，结果2年过去了，连个工人的影子都没见着。这让我想起一个网友的留言，以前在望京下楼遛弯，走着走着就能听到年轻人讨论产品需求，吐槽领导有多蠢。现在倒好，走一圈连个人影都看不见几个。空置率飙升，商铺倒闭，人气下跌，这一切都在印证一个残酷的现实：曾经辉煌的互联网圣地望京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衰退。而这可能只是开始，大厂撤离带来的连锁反应远不止于此。最让人心惊的是，望京的房价跌势简直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。要知道，望京可是北京的第2 CBD 啊，但现在这里的房价跌幅已经超过了北京大部分区域。我给大家算一笔触目惊心的账，安居客监测数据显示，望京的二手房挂牌均价从去年的87898元每平米，跌到了现在的69623元每平米。短短1年半时间，房价就暴跌了 20.8%。这还只是平均数，老破小集中的花家地板块跌幅更是高达惊人的 24.3%。但这些数据还远远低估了实际的惨状，因为望京还有一些豪宅和次新房在支撑均价。如果单看那些挂牌量大的普通小区，跌幅简直惨不忍睹。我找了一组最新的成交数据，大家感受一下。曾经动辄要价8万元每平米的学区房，现在4万多就能拿下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一套500万的房子，2年时间蒸发了将近200万。这得让多少望京的中产阶级哭晕在厕所呀！更魔幻的是，
望京西园一区的情况。这个小区最近的一套房源报价直接降到了37000元每平米，这个价格已经和东部2线城市差不多了。当年谁能想到，堂堂北京第2 CBD 的房价会跌到这种地步？我们再来看几个具体案例。望京新城，这可是韩国人最爱的小区，2年前单价还在6万元每平米以上，现在不到5万元每平米就能拿下，跌幅超过 20%。方舟苑紧邻花家地实验小学和宜家，2022年成交价还在7万元每平米，现在很多房源实际成交价连5万元每平米都不到。盛新大地一套121平米的2居室，中间楼层，现在挂牌价只要51000元每平米。要知道，这可是2000至2007年建成的次新房啊！国风上官这个2010年左右的高档小区，半年前还能卖到75000元每平米，现在7万元每平米都快守不住了。荣客橄榄城，这可是望京的豪宅标杆，往年就没跌破过10万元每平米，现在呢，部分房源悄悄跌到了8万元每平米以下。最让人心寒的是，这种跌势还在持续。链家数据显示，今年9月到11月，北京整体二手房挂牌量从14.1万套减少到了13.1万套，但是望京呢，不降反增，从2897套增加到了2957套，短短4个月就多出60套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更多的业主在恐慌性抛售。一位从事房产中介近10年的老人说，今年望京不管是买卖还是租赁，价格都跌了20%至30%。现在有些着急卖房的业主，直接把老房子挂到了5万元每平米以下。有人说这是市场规律，但谁又能想到，昔日的互联网圣地，如今会沦落到大甩卖的地步。更让人心酸的是，很多业主其实对望京恋恋不舍，这里有2条地铁线贯穿，4条地铁经过，机场轻轨也即将设站，还有北小河环绕，直通奥森的休闲步道，每个方向都有市政公园，可以说这里的生活配套已经好到让人挑不出毛病。但是产业外流带来的连锁反应已经形成，望京8年来没有新楼盘供应，而周边的崔各庄、北苑、东坝、孙河、后沙峪却不断有新盘入市。这些新房动辄卖7、8万一平，却还是吸引了大批望京的置换客户。用脚投票的结果，就是望京业主的集体出逃。望京的没落，其实折射出的是整个中国楼市的困境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场惨剧？我查了一下数据，发现这背后有3个触目惊心的真相。第一，年轻人不买房了。曾几何时，望京可是北京年轻人的买房首选。但现在呢？一位在望京卖了8年房的中介告诉我，90后、95后基本绝迹了。以前1个月能签10来套年轻人的单子，现在1个月能签1套就偷着乐吧。为什么？因为年轻人买不起了。我们来算笔账，望京一套80平米的老破小，就算跌到了5万一平，总价也要400万。按照首付40%计算，就需要160万的首付。你告诉我，现在哪个年轻人能拿出160万？就算家里给凑首付，每月的房贷也要1.5万以上。在裁员潮此起彼伏的当下，谁敢背这么重的债？第二，老业主在恐慌性出逃。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，同样是朝阳区，像朝阳公园那边的房子跌幅也就10%出头，为什么望京能跌20%？因为望京的业主群体里，很大一部分是前几年买房的互联网新贵。这些人当年靠着互联网大厂的高薪，又赶上了房贷利率低的好时候，所以敢背着高杠杆买房。但现在呢？互联网寒冬来了，股票期权变成了废纸，很多人工资也缩水了，
有的甚至失业了。这些人就变成了高负债人群，房贷1个月就要还1-2万，压力太大了。更可怕的是，很多人是跟风在高位接盘的。一位刚卖掉望京房子的业主跟我说，我2021年买的房子，首付300万，贷了500万，现在房子直接跌了200万，每个月光房贷就要还2万多，我真的扛不住了。第三，投资客在集体撤离。过去几年，望京可是北京的租金收益王，大厂员工的租房需求旺盛，一套80平的2居室，月租金能上到1.2万。但现在好多大厂都走了，租金直接跌了30%至40%。很多投资客发现，租金收益连房贷利息都覆盖不了了，只能忍痛割肉。有人说，这不就是市场规律吗？可问题是，这种暴跌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的市场调整范围。我们再来看看数据，现在望京的挂牌房源接近3000套，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望京每50户人家就有1户在卖房，这哪里是市场调整，简直就是恐慌性抛售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这种下跌可能还没到头。因为望京现在遇到了最可怕的死亡螺旋，房价下跌，更多人着急卖房，供给进一步增加，房价继续下跌，更多人被迫卖房。好了，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问，那望京的房子现在是不是可以抄底了？我只能说且慢。第一，产业外流的趋势还在继续，不光是阿里、陌陌，据说还有几家大厂也在谋划搬迁。一旦这些公司真的撤离，望京的房价还会再跌。第二，高库存问题短期内无解。现在望京3000套的挂牌量，按照目前每月50至60套的成交量来算，要消化完至少需要4-5年。第三，市场信心已经严重受挫。过去2年，那些抄底望京的人基本都被套住了。现在市场上流传着一句话，宁可站着不买，不要跪着被套。说白了，望京的衰落折射的其实是整个中国经济的困境，互联网经济退潮了，房地产泡沫破了，中产阶级的财富在缩水，年轻人失去了上升通道，这些问题不是一个望京的房价能够简单解决的。有人说，这一切都会过去的。但在望京的露天广场上，那些正在努力省钱的年轻人，那些不得不接受财富大幅缩水的中产阶级，还有那些不得不离开这座城市的打工人，他们的伤痛，又有谁来买单？